枯燥一人的时候，总会显得时光漫长而难挨。我吃了退烧药，身体总算不会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了，但腿脚的疼痛却持续地叫嚣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演愈烈。我呆呆地盯着山洞外看了一会儿，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我心头猛跳，怀疑是不是他们回来了，但实际上他们才走了半天而已。天色转暗的时候，我艰难地生起了火，腿脚不方便，我只能就近捡了些树枝，因为树枝还带着潮气，打火机点了好几次都没有点燃，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拿出珍稀的干粮，掰成了2半。我其实下午就后悔了，我应该跟着他们走的，虽然理智告诉我，我跟着只是一个累赘，但从情感上来说，我不想孤孤单单地留下。我想到了死亡，我还很年轻，还不到恐惧死亡降临的时候。我不想死，但以我现在的情况来说，如果他们回不来，我很有可能会饿死在这里，或者遭遇什么虫兽，被撕咬，被毒死，谁知道呢？不知道他们走到了哪里，是不是已经出去了，还是依然游荡在密林某处。天色黑了，如果秋露和徐子荣又发烧了，不知道温玲玉一个人能不能应付过来，应该是可以的，毕竟昨晚她不就做得很好。也不知道秋露和徐子荣的病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某种毒或者蛊吗？想到蛊，我就又想到了沈建清，想到那个一袭藏青苗服的少年。我们不辞而别，他肯定很生气，但他的身上也有太多谜团，我们看也看不清。我正胡思乱想着，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忽然传来，我眼睫一动，思绪瞬间回笼，那是蛇的声音。我转头一看，一尾翠绿的蛇正垂挂在山洞的洞口，三角形的脑袋对着我，深蓝色的蛇信时不时地吐露出来，它艳红的眼睛里竖着一线不祥的棕瞳，紧紧地凝视着我。我吓得原地一哆嗦，也不敢有什么大动作，怕惊动了它，让它发起攻击。我双手撑地，缓慢地向后挪了挪，那绿蛇却扭动着身子，游走到山洞的石壁上，双眼已经紧盯我不放，那是锁定猎物的眼神。我捡了一根没有完全燃烧的树枝，狠狠地扔向它。绿蛇被砸中了，却也不后退，反而发出一声恼怒的嘶叫，快速游走着靠近我。现在被蛇咬了，没有血清又出不去，那我必死无疑。求生的本能让我忘记了右脚的疼痛，顽强地站立起来。我重新捡了根树枝在手里，与绿蛇对峙。蛇静止了一会儿，完全不怕我，落在地面上，弓起身子，人立而起。我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生怕我一个眨眼，它就冲上前来。四周只有蛇危险的声音。突然，绿蛇身子后倾，然后猛地一动，扑上前来。啊！我下意识大喝一声，撩起树枝劈打向绿蛇的方向。这东西却也狡猾，躲开我的树枝，身子却快速地盘旋而上，一口咬来。我赶紧扔开树枝，险些给它咬中，心跳剧烈高速，胸口起伏跌宕，气息不定。没了护身的东西，我有一瞬间乱了心神。也就是这一瞬间的空隙，绿蛇紧随而上。那一瞬间，我看清了它张到几乎180度的嘴和2颗尖利的毒牙。我后退2步，跌坐在地，下意识从兜里摸到了什么东西，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便砸向绿蛇。我抱住头，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可等了一会儿，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降临。我放下手，只见被我扔出去的居然是沈建清送我的那个香包。他孤零零地躺在地上，
而绿蛇却像是忌惮着什么一样，缩着身体，绕着香包游走，一副想要上前却又不敢的模样。最后，绿蛇不甘心地吐着信子，它浮回地面，迅速地游走了。我呆愣愣地坐在原地，半晌回不了神。绿蛇走了，就因为一个香包。我努力平复下急促的呼吸，惊魂未定，又一瘸一拐地捡回香包。没想到它居然在关键时候能够救我的命。右手捏了捏鼓鼓囊囊的荷包，里面应该是干草互相挤压，有脆脆的手感。一场惊魂，虽说没有受到伤害，但我还是感到精疲力尽。我往山洞里挪了挪，身上的最后一丝力气也没有了，侧躺在地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在醒过来的时候，身上很冷，无意识地发着抖。外面一片漆黑，应是天黑了，山洞里也没有光源，我只能听到我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和山洞里面滴滴答答的水声混杂在一起。地面有着一股潮气，阴湿得很。我触碰地面的那一部分，感受到了如湿，拉着冲锋衣，想要起身，可肌肉酸痛，身体一丝力气也没有。我静默地躺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了苟延残喘这个词，自嘲地想着，这不就很贴合我现在的状态吗？或许我死在这里，也没有人会真的替我伤心吧。反正连我的父母也不管我了。在这样漆黑的地方，我竟然开始思念我的父亲母亲。或许这是人类的通病，一旦脆弱的时候，就会寻找最原始的怀抱。其实这样也挺好，他们各自成家，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困扰和负担。我有些自暴自弃，又无端生出些委屈。疾病的确是摧毁人类意志的凶手。思绪飞散，没过一会儿，我又模模糊糊地睡着了。希望下次睁开眼，病能够好一点。毕竟这么多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挺过来的。但天不遂人愿，再次醒来时，我的意识很模糊，眼皮像是被强力胶水给粘住了一样，只能虚虚地睁开一半，看从洞口泄露而来的光亮。喉咙里面火辣辣的生痛，像是含着刀片，吞咽口水都是痛苦的。力气被抽干，挪动手指都得费一番力气。持续不退的高烧让我的体温升得恐怖，我只觉得地面似乎都是凉爽的。我迷迷糊糊地想，再这样下去，我还不如昨天就被毒蛇一口咬死，免得受更多苦楚。但我不想死啊，谁想死了？我还这么年轻，就读名校，前程似锦，快来一个人吧，谁都好，救救我吧，救救我！或许是我的祈祷终得上天垂怜，我好想听到了脚步声，不轻不重，不急不缓，每一步都敲在我的心上。我费尽全力向洞口看去，恍惚之间，明亮的洞口出现一个高挑的身影，它逆着光，我只能勉强看清一个颀长的轮廓，然后是环佩碰撞的叮当声，在这山洞中显得格外悦耳。仅凭一个模糊的影子，我就知道那是沈剑清，那个我避而不敢见的苗族少年。他之前是那么善良单纯，不管是真的还是装的，一定会不计前嫌，不会见死不救。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要抓住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嘴唇翕张，想发出求救的嘶吼，但发出的声音却低到我自己都听不清。沈剑清径直走到我面前，停住，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俯视我，像俯视一只不值一提的虫。救我！救我！声带的震动带来撕裂般的疼痛。他终于大发慈悲，俯下身子，将耳朵贴在我嘴边，听清了我卑微的祈求，然后
沈剑清将唇移到我耳边，那两瓣柔软的唇每一次开合都暧昧地扫过我的脸颊，骚起阵阵麻痒，像蝴蝶的翅膀震动，也像虫子细密地爬过。沈剑清说：“你告诉过我，外面的人讲究以物易物，公平交换。你要我救你，你又能用什么来换？用什么来换？我有什么是可以与他交换的？”我混沌的大脑迟钝地运转，很久之后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却是，他从来没有用这种冷然的，甚至可以说带着恶意的语气与我说过话。就算当时我断然拒绝了他，他也是哀而不伤的。我记忆里，沈剑清应该是拂过重重大山的轻柔的风，是高悬在漆黑夜幕中孤独却明月的月。不管是什么，都不是现在的模样。我艰难地抬起眼睛，这才发现他看我的眼神，宛如某种可怕的野兽在盯着他觊觎已久的猎物。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太陌生了，像昨晚的那条蛇，美丽却危险，和我记忆里朝夕相处半个月的那个苗族少年判若两人。我下意识身体颤抖，后知后觉的，我忽然间明白了，我的那些猜测并没有错。沈剑清也不是我看到的沈剑清，或许这才是他本来的样子。他一开始就在骗我们。我的心沉了下去，触不到底似的，整个人发虚。你要拿什么与我换？见我不回答，他又慢条斯理地重复了一遍，吃准了我现在有求于他。我艰难地张开嘴，还怀有最后一丝希冀。我有钱，我不要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用。沈剑清截然打断，俯下身伸出手捏住我下半张脸，凑近了我，气息全部都扑打在我的脸上。他一字一顿，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宛如钉子。我只要你。沈剑清疯了，这是我脑子里唯一的想法。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的力气，我一把推开他的手，向身后退缩。可后面是幽深不见底的洞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我依靠。你不要过来，我已经拒绝过你了。我嘶哑着声音，给自己虚张声势。沈剑清站起身，颀长的身躯拉出一道巨大的影子，将我笼罩其间。他木着脸，冷冷地说：“我的耐心是有限的，陪你玩了半个月，人畜无害，小意温柔。你不吃这套，那我就只能换种方式把你留下了。”他说着，伸手过来，像拎小鸡仔一样把我揪了起来。我的右腿根本站不起来，一触地就是钻心的痛啊！我的脚！沈剑清看我痛得龇牙咧嘴，微微垂眼，半分没有同情，声音旖旎却吐露出恶意的话语：“真可怜啊，腿瘸了，活该。你不是要走吗？”说着，他毫不留情继续拖着我往山洞外走。我跟不上，左脚踉跄，右脚不能动弹，几乎是他用蛮力拽着我。一出山洞，我的眼睛因为强烈的光线而沁出生理性的泪水。沈剑清手一松，我扑倒在地上。我用手挡住眼睛，他却欺身而上。正当我不明所以的时候，沈剑清白皙的手却伸向了我冲锋衣的领口。一瞬间，我明白了他的用意。这个小疯子，变态，他居然想。我全力抓住了他的手，颤抖着声音：“你疯了！”沈剑清拂开脸上的碎发，把发间的银饰一并撩到脑后。他咧开嘴灿然一笑，美貌晃得我眼花，但心里却直打怵。我才没疯，不是你要我救你吗？我只是要一个公平而已。说完，他不顾我的挣扎，一手拘住了我的双腕，一手扯我衣服的拉链。我从来不知道沈剑清的力气会这么大，不管我怎么挣扎，他都纹丝不动。我不想哭，
因为书上说，受害者的哭喊不能阻止任何事情，只会激发施暴者更深的欲望。但眼泪还是顺着眼角止不住的淌。我的冲锋衣被他粗暴地撕扯下来，然后是衬衣，扣子蹦得到处都是。他眼睛一转，忽然看到了什么东西，愣了愣，探手去拿，是动作间从我衣服兜里掉出来的香包。趁着这个空隙，我的手好像摸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我不做他想，下意识的就抡起来，用尽全力重重地砸在沈建清的额角。沈建清身形一顿，鲜血就顺着破口流了出来。我心脏狂跳，呼吸拉扯的肺都痛。推开沈建清，我刚爬起来，蹦着跑了2步，忽觉后一痛，整个人在巨大的力道下飞扑出去，栽进了草丛里。沈建清从身后扭住了我的胳膊，把我从地里扯起来。我回头看他，沈建清头上鲜血长流，半边脸都是血，和地狱里爬出来的鬼一样。艳红的血里，他眼皮上的红痣更加妖冶鲜活。这阵仗前面20年我哪里见过，当即吓得肝胆俱裂。他咬着牙说，咱们现在谁也别嫌弃谁了，李玉泽。最后3个字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像是要用牙关把我的名字嚼碎一样。沈建清把我推倒在铺展开的冲锋衣上，伸手扯下古树垂下的藤蔓，把我的手腕牢牢地捆在一起。我的2个胳膊拧得生痛，任我如何挣扎也撼动不了半分。沈建清居高临下地俯视我，欣赏够了我像条虫子一样无能为力的狂怒蠕动后，才把我翻过身来，撩下发间的一根银链，穿过他拾起来的香包，亲亲密密地挂到我脖颈间。按照我们的规矩，收下香包就是收下情谊，你还留着我的香包，是不是也对我有意思？我赶紧摇头，你放过我吧，我们2个都是恩啊。我还没说完，钻心的疼痛便骤然而来，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痛苦。我痛得后仰过去，整个人仿佛被从中间劈成2半一样，脑袋有一瞬间是一片空白的，什么都没有，只有痛，好像死了一样。缓了好一会儿，发黑的眼前才终于能看到东西。沈建清正用一种怪异而恶狠狠的眼神盯着我，见我看他，他俯下来亲密地想吻我。我偏过头，他也不在意，亲在我的嘴角。我听到他低沉的声音，有些沙哑，还有说不出的满足。李玉泽，你看看我。他好像又变回了那个纯善的沈建清，眼神里都是无辜的爱意，但这样的他现在只让我感到恶心。沈建清软着嗓子，你这次先适应一下，我也是第一次尝试，下次肯定滚。我喘出一口气，双手被捆得发麻，已经没了知觉，受伤的腿一次又一次摩擦着地面，很痛，浑身都痛。更难挨的是精神上的痛苦，我从来没有想过会遭遇今天的一切，这太可怕了，比最恐怖的梦魇还要可怕，像是被一股外力骤然击碎了，但片片掉落的却是我的尊严。我一直以来所受的教育，所听的道理，都不允许现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天旋地转，我的胃开始抽搐作呕，浑身的血都透着凉意，但沈建清还像个畜生一样埋在我身上。我仰着头，视线渐渐模糊，意识逐渐远离，最后我还在模模糊糊的恶意的想，他就是个畜生。这一觉我睡了很久，但是再久也是会醒的。再次睁开眼，是在熟悉的房间里，沈建清的吊脚楼。我恍惚着，好像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没有不辞而别，
没有山洞，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没有发生。我挪动身子，所有的痛瞬间追上了我，腰痛、脚痛、额头痛，浑身难受，没有一处是正常的，像被大卡车从身上反复碾过，把皮肉骨头碾成碎片灰尘了一样。该死的沈建清！我暗骂一声，却不能舒缓内心的半分怒气。但我最恨的还是自己，我们实在太天真了。如果不是当初对他掉以轻心，相信了他表演出来的那副虚假的面孔，又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早知今日，就算迷路死在赤笛山里，也不要跟着他来这个赤笛苗寨。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不急不缓的脚步声，我心下慌乱，索性躺回去继续装睡。很快，门外响起开锁声，然后门扉被推开，沈建清一步一步地走到我床前。我紧紧闭着眼睛，不想面对沈建清。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我应该扑上去厮打他吗？但以我现在的体力，估计只有被他打的份。我应该哭诉他的强盗行径吗？可我拉不下脸去大吵大闹，我胸口郁着一团气，出不来也咽不下去，就好像吞进去了一根刺一样，上不去下不来，卡在中间却也刺得生痛。我以前对于那些安慰别人的话，诸如当作被狗咬了，当作是一场梦，是十分不屑一顾的，想着总要拿起武器捍卫自己。但现在的情形与环境，除了这么一句来安慰内心，好像也没有其他了。可我又厌恶这样无能为力的自己，像个靠着精神胜利的阿 Q。沈建清在我床边坐下，我瞬间鸡皮疙瘩起立。他轻声说：“你装睡一点都不像。”我心里顿时咯噔一声，慢慢沉到了水里去。他连逃避都不愿意给我一个空间。我无奈地睁开眼，与他沉沉对视。视线相对的那一秒，所有的心理建设瞬间破防。但凡我有徐子荣的体格，或者身体状况好一些，我都会冲上去和沈建清拼命。但奈何我不是体育生，现在还病殃殃的，人在屋檐下，取闹也没有用。我不想给自己找罪受，只有忍。沈建清额角的伤没有包，但已经结了痂，再也不见他之前满脸是血的恐怖模样。可我额头上却是敷着草药的。对上我迟疑的眼神，沈建清眉眼一弯，抚着额头笑说：“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我当然要永远珍藏，不让它消失。”我呼吸滞住。他说什么？礼物？他脑子不正常吧？顿了顿，沈建清又补充：“你额头的伤我本也想留着，咱们凑作一对，但我怕留了疤你觉得不好看，就先给你包了。不过报酬我之后再索取。”我被他自然的态度说得一懵。报酬？对啊，之前那场。沈建清说着，含羞带怯地笑了笑，一副少年怀春模样。之前那场是抵我救你回来的，那包扎当然是得另算。我彻底快要被他逼疯了。沈建清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东西呢？这才是他真正的面目，一个变态疯子。可恨我现在才明白。我忍着疼痛爬起来，终于撕破脸皮：“沈建清，你不要发疯了，我是个男人。”沈建清很认真地点头：“我知道啊，我亲自验证过的。”我恨恨地说：“你喜欢男人，要找男人，也不要碍着别人，别来找我行吗？我有正常的人生，不可能跟你耗在一起。你现在也玩过了，可以放过我了吧？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不会跟别人说这里的秘密。你放我走吧。”沈建清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冷笑着说：“
你发烧发糊涂了，在说傻话呢。到了这里，你以为还可以离开？我怒视着他，他却像忽然想到了什么，脸上的阴霾瞬间消失，露出个不怀好意的笑。还有你的那3个朋友，你以为他们就可以没事了吗？你什么意思？苗蛊已经种下了，或许他们现在已经被蛊虫啃噬了大脑，成为被蛊虫操纵的行尸走肉了吧？没有人可以把这里的秘密透露出去。沈剑清说完，戏谑地拍了拍我的脸颊。我如坠冰窟，终于明白了秋露和徐子荣接连怪病的缘由。他们突然发烧的夜晚，却又在第2天诡异地彻底好过来。我们并没有放在心上，或者说放在了心上，也无从解决。原来我们早就深陷泥泞了。驴子，你看看我，你看看我，驴子，我只要你。驴子阿哥，这次先适应一下，我也是第1次尝试，下次肯定。手上的那只脚好疼，2只手也被捆得没有知觉了，浑身都疼。沈剑清，停下！鱼子阿哥，我忍不住了，可以吗？驴子，舒服吗？鱼子阿哥，是这样吗？还没有结束吗？终于结束了。驴子，你也喜欢的，对吗？我没，就是喜欢。不是，驴子，你亲亲我。驴子，是这样吗？看着我，我会让你喜欢的。这是个噩梦，驴子，一定是个噩梦。快点让我醒过来，驴子！就是滚！驴子，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看我的眼神有多勾人？爱一个人有错吗？想留下一个人有错吗？沈剑清，我爱你。好啊，恨我，你就永远不会忘了我。当然没有错。那我用一些小手段留下你，也没有错。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辈子站在一起，不死不休，好不好？滚！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爱一个人，就是要占有的，不是吗？
不是梦啊！好疼啊！是用这里，对吗？该死的疯子！最该死的还是我自己，怎么会这么天真？如果当初不对他掉以轻心，又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早知今日，就算当初迷路死在山里，也不要跟着他来这个世地牛阵。他来了。还没醒。他倒是若无其事，我该怎么办？以我现在的力气，估计打不过他。大吵大闹也无济于事，要么就当被狗咬了。李玉泽，你装睡一点都不像。玉泽阿哥啊，你的额头，昨天被我砸的那下，伤口居然那么深，怎么不包扎？哦，这个呀，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我当然要永远珍藏，不能让它消失。什么？礼物？把伤口当礼物？脑子不正常吧？哦，你额头的伤我本来也想留着，咱们凑作一对儿，但我又怕留了疤你觉得不好看，就先给你包上了。不过报酬我之后再问你要。报酬？对啊，昨天那场是抵我救你回来的报酬，包扎伤口当然是得另算。你这个疯子！沈剑清，你不要发疯了，我是个男人。我知道啊，我亲自验证过的。你喜欢男人，要找男人也不要碍着别人，别来找我了，行吗？我有正常的人生，不可能跟你耗在一起。你现在玩也玩过了，可以放过我了吧？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不会跟别人说这里的秘密。你放我走吧，好吗？你发烧发糊涂了，在说傻话呢吧？到了这里，你以为还可以离开？怎么？你以为在杳无人烟的深山里，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在这里，我就是可以。你……哦，对了，还有你的那3个朋友。你以为他们就可以没事了吗？你什么意思？苗谷已经种下了，或许
他们现在已经被蛊虫啃噬了大脑，成为3具行尸走肉了吗？